Hello，欢迎来到烂神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影片开始之前呢，就请大家做个小小动作，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追踪一下我们的频道。OK，我们终于开通了广告模式啦，所以对于小编跟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如果在看影片的时候要做广告，记得帮吉米跟小编多看10秒钟哦，不要急着跳过。那我们就开始吧。OK。今天来分享的是 Citizen 的 Tsuyosa 的 Small Second， 也就是小秒针表款。那这款表其实从它推出到我买已经过了，其实它在我手上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OK， 但是我一直都想不出来，就是我要怎么去写它的使用后的心得。因为其实讲真的，它刚开始在日本推出的时候就爆红，那其实那时候我一直都没有买。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一些糖果面盘让我觉得有一种廉价感。对，那直到后来出了这个Small Second 之后，我才觉得它的这个鱼鳞纹的面盘加上小秒针，这个质感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买了。OK，Anyway。这是一款 CP 值爆表的平价机械表 Citizen Tsuyosa Small Second。那这款表从它推出以来就有很大的讨论。那它把一些在过去在高端品牌才看得到的一体式设计的语言带到了这个价格带上面。你可能有听过 Royal Oak， 你可能有听过百达翡丽 Nautilus， 你可能有听过芝柏的 Laureado， 但是这些经典的一体式运动表，每一只动辄数十万甚至是100万，根本就是遥不可及。那现在 Citizen 用不到2万块的台币的 Tsuyosa 小秒针，让我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体验这种设计风格，而且还有独特的这个表盘的纹路以及小秒针的配置，我觉得它拥有一种平价的奢华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来说说看这只表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值得入手，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我又开始过敏。Oh my god。OK，Citizen Tsuyosa 最早是诞生在2002年。Tsuyosa 的意思很像是强壮还是力量的意思吧，在日文的意思翻成中文的话。OK，Anyway， 如果有不对的话，请大家在留言的时候纠正我。对，我们虚心接受以及愿意这个跟大家讨教。OK， 这个系列一开始就是平价式的一体式运动表的定位来切入市场，目标就是让更多人可以用原本体验到高端品牌才有的设计语言，用低价就可以体验得到在这个 Citizen 上面，这也是他们当初切入市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角度。OK，Tsuyosa 的第一代是 NJ015， 那推出的时候就因为它有着40mm 的尺寸，复古味十足的这个 Barrel 的筒形的这种表壳，然后有非常多的糖果彩盘而爆红。那很多人说它是穷人版的可能 Royal Oak， 但当然我是没有这样觉得啦。我就觉得它的那个糖果版，我觉得质感没有到很好。我有看过几次，去日本的时候看了几次实表，我实在是没有很喜欢。直到它再一次推出了后来这个版本的 Small Second， 它维持原本的尺寸，但是换上了全新的 Caliber 8322的自动机芯，然后把中央的大秒针改成6点位置的小秒针。我觉得这让整体的感觉就更符合我觉得对于复古装饰性的那种味道。OK， 小秒针版本一共推出了3个款式，一个是蓝色，一个是卡其绿，有点类似像青铜色吧，我也不知道那个算有点像铜色，有点像草绿色。OK， 另外一个是灰色。那卡其的那个绿色、青铜色跟这个蓝色搭配金属链带，灰色则是搭配皮革表带。那它的定价大概就是落在$400上下，那大概台币就是15000到18000左右。那我觉得这样的定价其实非常的漂亮，因为它很精准锁定入门的玩家想要一体式的体验，就是同时有运动风格，有正装，然后又是机械，又不想花大钱的族群。那更重要的是 Citizen 在这一次的更新之中做了很多细节的强化，比如说新的表带的链接比例更好看，然后它的整个蝴蝶扣，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很清楚，这个蝴蝶扣是非常非常不明显的吧，对吧 ？OK， 然后整个表带的比例、质感、实心的链带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表盘上，然后它这个表带也全部都是快拆表带，所以你要换表带更方便。那表盘上的压纹非常的精致，真的非常的精致。
Tsuyosa 的小秒针就像是 Citizen 这个系列之中第二个阶段的进化版。OK， 它是 Tsuyosa 的进化版，它不只是款式上面的补充，像是整个产品线往上提升了一个档次的质感。我觉得跟之前那个 Zenshin 的那个表款就是两个，我觉得现在 Citizen 里面正装运动款里面，我觉得最吸引大家买的地方，一款是这个类似手工的面盘搭配上钛合金，一款则是不锈钢的这个像是总统带的一体式链带搭配上很漂亮雨林纹的这个小秒针，我觉得这两款现在是非常吸引人的。OK， 那大家在由于就是12点跟6点位置的线条，它这边去收窄，所以实际上手的数字你会感觉这种收腰的设计让表更服帖，而且在视觉上它也制造了一种优雅的比例。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在这个4点钟位置的这个迷你表冠，它是很多7、80年代日本运动表非常基础很常见的配置，因为这样的设计可以避免掉就是3点钟的表冠会戳手的这种状况出现，所以你手腕活动也就更自然，同时它也代表了一种复古的味道。那最惊艳的部分呢，就莫过于 Citizen 这次使用的这个压纹处理的表盘，它是模拟高端瑞士表的这个机刻的纹路。那这种图案本来就是只会呈现在数十万台币以上的工艺表上，但 Tsuyosa 小秒针却以不到2万元的价格去做呈现，这让人感觉到了他们非常的有诚意，搭上这个6点钟的小秒针的子盘，让整个面盘不是只有单纯的3针设计，而是多了一点点古典装饰感。然后加上它的夜光涂层立体时标以及时针，实用性也没有一点被牺牲掉。那3个颜色各有它的特色，我自己是选择了这个蓝色，我觉得它明亮清爽，很舒服。那卡其绿跟青铜款则是我第二个喜欢，它有点像是这个 Master 芥末的颜色，但是它没有那么黄啊。那我觉得那个的颜色非常的有一种复古的味道在。那灰色我觉得搭皮带出去是非常稳重，所以我可能也会考虑之后去买一个他们的那个皮表带来换看这个，到时候换完再跟大家分享。OK， 那我觉得这种一表多样性的设计策略，让 Tsuyosa 的小秒针能够同时满足休闲、商务以及真正喜欢手表人的需求。那这一次它使用的是全新的机型 Caliber 8322自动机器。那这一枚机芯是基于他们自家的自机芯8000系列改良而来。那它主要的升级是2个，第一个是动力储存提升到60个小时，比前一代的8210的42小时多了18个小时，所以你基本上周末也不用怕它停下来。然后它的整个外观更加细致，它的整个透明底盖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银色打磨、条纹装饰以及镂空的自动托。虽然它不是什么高端的手工打磨，但这个价位带来讲，已经算是透背表里面1万多块来讲，算是做得非常漂亮的。那它的正品呢是21600每小时，那具备提秒功能跟手上链，那对于日常来讲是相当足够的，防水性维持在50米，但是生活日常使用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OK， Tsuyosa 在这个市场上的定位非常明确，它就是一个入门级的一体式运动表。那换算台币就15000到18000，美国的售价落在$550上下。那以同价位的竞争者来讲，基本上没有哪一个品牌可以同时提供蓝宝石、透明底盖、60小时动力储存，加上一体式运动表的这个设计。这也让 Tsuyosa 的 Small Second 变成很多玩家之中的所谓的真香款。不少的媒体都说它是瑞士 Powermatic 80的竞争对手，就是我们讲的 PRX。但是它的价格比他们还要有竞争力，一个是800美 ，OK， 一个是550美，差250美 ，OK。那我觉得这个手表很适合几种人，就是入门型的机械玩家，不用1万多块就可以买到，然后这个质感非常的高级，没有什么是实心，没有什么是空心的东西，没有什么分量很缺少的东西，然后抛光兼拉丝，整个层次感非常的好。中壳也符合7、80年代那种复古风的设计，整个的感觉其实非常非常的好。那这种类似总统链带的一体式链带，我觉得给人的感觉也相对更为成熟，这点我觉得是很不错的。OK， 那喜欢运动又有复古味道的，选它也不会有错，刚柔并济。那已经有收藏，但是想要找一个轻松带的小表的，那 Tsuyosa 的小秒针我觉得实用，
那它又是蓝宝石玻璃，所以也不怕刮。当然不会有人拿着那个在路边刮了，应该神经病。OK，那甚至我觉得它当为一个 everyday watch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再来一个就是它有3种不同的风格表盘，所以如果喜欢一些特殊色或者是性格搭配的玩家，你可以用1万多块就可以买到一个搭配的单品。OK， 总结来说 Tuyosa Small Second 呢是一款就是我觉得兼具现代感跟复古感的一只机械表。它的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于70年代的一体式运动表，那透过小秒针、压纹表盘增加了更多的细节跟装饰性。但最重要的事情是，它把这些元素放在一个非常非常亲民的价格带，让很多玩家可以不要那么有压力，砸大钱就可以体验到一个很不错的奢华的乐趣。当然，它并不是那么的完美，因为其实它这个4点钟的小表冠非常非常的小，其实转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我是用2个指甲夹着它在上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缺点，但是我也想不出来它要怎么去 improve 这件事情，因为它如果再大，就会变得非常的明显，可是再小你也弄不到，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是我唯一对它的一点小小的遗憾嘛。但是当然就是我们不可能找到那么完美的手表了，对，因为那么完美的手表我们大概都买不起了，你懂我意思了 ？OK， 它的表扣呢，我觉得表带的比例呢，各方面来讲也都算是还不错。那当然有些人觉得它的比例可能这个 center link 太过于宽，它的 side link 太过于窄，所以比例好像不是很协调。但是这点对我来讲，我觉得不算是缺点。OK， 我有去想过其他人的缺点，我戴在手上是不是缺点？后来我发现，对我来讲，这个表带就是有它Tuyosa自己的特色，所以我是喜欢的。OK， 那它整体有很高的性价比，所以我觉得 even 就算是这表带的比例，你可能看得有点不爽，但是这是可以被原谅的。OK， 所以如果你们正在考虑第一只机械表，或者想找一只百搭款的手表，我认为 Tuyosa 小秒针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选择，很棒很棒的选择。OK， 那讲到这边，最后提醒大家一下，不管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它都不能留住时间，但是可以让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每一分每一秒过去，你我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健康，玩得开心。那戴着手表，你们要更懂得去珍惜身边的人事物。相对的，我也在对我自己喊话。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倾注在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刻。那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是烂手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peace。